中美之间的科技战持续来关心，是川普突然间对中国大陆的 AI 开了绿灯 ，H200现在要放行了。那川普他的阴谋是什么呢？是想要唤起什么样子的东西呢？那另外一方面，北京则是反手封杀 H200哦。让美国现在内部是炸锅了，台湾也被点名是要吞25%的关税。今天来关心这一场中美之间的 AI 大战，这是最新消息，来自于彭博社最新披露的是，川普政府他准许了辉达向大陆终于是可以出口 H200的晶片了。白宫这边这么认定，他认为说，因为开放就是因为华为的 AI 技术已经逼近辉达了，所以把它开放吧。那么川普也赶快在他的社群发文说，确实啦，他已经向习近平承诺了，只要不碰到任何的国安的红线，那么就会让 H200卖给中国大陆。好，现在打川普脸的其实呢也不是辉达，也不是华为，是中国大陆的政府。虽然美国说要放行了，但是大陆怎么回呢？这是来自于《金融时报》的报道。他说北京现在要限制中企去购买，甚至是使用任何的 H200。他认为说，并且指出呢，如果你企业真的想要买 H200的话，没关系，那你就先提交申请，然后呢，你要说明说为什么你一定要买 H200呢？是国产的 AI 晶片真的不够用吗？好，针对于川普放行 H200的这一番言论出来之后，我们来看到现在不管是企业或者是这个学者，有两派不同的声音。首先认为 H200不应该卖的是美国强硬派的学者，这位是麦盖尔，他说大量的 H200出口到中国是把美国的 AI 领先优势亲手送出去啊。那支持卖 H200的除了黄仁勋之外，还有 AI 沙皇。黄仁勋说，你封锁的越狠，只会逼中国涨得越快。AI 沙皇也说了，不要低估全球现在其实有低估的倾向。中国大陆的技术正在快速的崛起当中。辉达，如果你退出了大陆市场，等于是把最大的战场全部都给华为了。H200现在性能到哪里呢？目前是被视为是 OpenAI 跟 Meta 训练 AI 的一个主力的重要晶片，比降规版本的 H20更强，但是它的性能又没有 Blackwell 这么的强。好，川普为什么突然间要战略退让吗？他的算盘是什么？还是他想跟大陆换取什么？还是这当中有政治的考量？叶老师怎么看？这个要讲得非常清楚，才有办法很清楚，因为这个东西比军事还精彩。先讲一下，光看中间那个你就很清楚，什么叫做强硬派学者。所以我是一个学者，我觉得学者很 low 就理论派的更搞不懂。后面叫实务家，你要知道科技是什么。我在美国还好，我不完全学者，我在美国开过2家公司，我是先开了电脑公司，就开货运公司，服务电脑厂商。我养了25个黑人在美国。你要知道一个重要的事情，科技东西一日三变。这些人搞不清状况，它变得多快。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故事 ：H20什么时候讨论？什么时候出来？去年底。中国为了求 H100到处求。我2月去美国之前，美国人都说你有没有办法拿到？当国安法我也拿不到，也不敢。但重点 H100当时中国透过多少地方要拿？去年，今年终于年中进了 H20，而且去年连20都不给，为什么会给？黄仁勋跟川普讲，算力只有28%，不用担心。中国拿到也没有用，他们自己都可以生产超过它。我们100克死它了，结果现在是200，算力6倍，太厉害。可是短8月H20进来了，不要200，现在人家主动上来，以前求都求不到20，不要了，200自己送上门，你不觉得很怪吗？因为它有 Blackwell 还有 Rubin， 美国要拿到最好的下一代下一代是 Rubin， 后面还有，你现在只讲到 Blackwell 一个数学家的名字。它是现在号称地表最强的 AI， 我跟你讲，现在能用到 Blackwell 更强，所以 H200又会被淘汰。我以前做电脑很清楚啊 ，CD-ROM 一出来一下就淘汰，4个月而已。我必须讲一下，因为他知道200，中国也很快会起来。华为里面20多万人，11万个科学家，我讲硕博士研发人员呐，不要讲科学家。你要这些人，黄仁勋开在眼里啊，怎么做不出来？我们不要去讲什么升腾9107，都不要讲这些，不要讲新凯莱，也不要讲这个一堆啦，或什么这个寒武纪都不用。中国是全部，我刚讲全部知道科技全部在提升。我现在重点就是中国会追上，但中国还是需要，因为这个 H200对他很重要，他们的很多 AI 实验室需要这 H200去研发设计，他们现在很多的超强 AI 电脑还是需要它。
现在不是光这2家了 ，OpenAI 现在6大的这个算力最强的，说生成式 AI 都需要了。坦白说，现在 H200是最强，只是 Blackwell 出来打倒了嘛。他们说我们那 Blackwell 要锁定，那 H200这种快给他，因为他们也快出来，所以中国是在边缘呢。他说我们还是要你要可以，你先告诉我，我们是自己不能用，你这需要200，快点要，快点拿，甚至把它研发出来，要更超强。现在是 yes and no， 中国不是不要，他讲是你要说明国产是不是不够用，不够用就要。你再回想一下去年，中国所有这些东西求的要的不得了，现在自己都出来，只是还没到达美国地方。后面还有个 Rubin 哦，6种晶片的一个运算平台哦，更厉害哦，在美国。美国在矽谷的创新人才不是你讲，我有学生，前天我们才一个 AI 团队讨论，刚从美国旧金山回来，我的博士学生在谈那个未来的图形的电脑，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深啊，哈。我也不是了解很多，我也是学者，也会跟上面绕入这种盲点啊，谁。但是我想你还是要了解实物，因为我旁边有一堆真的实物家，是告诉你真正的未来。是美国会怕，因为中国全部在布局，而且越来越快。所以他最经典的不会放，这种他还是会放。是，就是这样。是好，所以美国还是掐住最先进的，还是没有给大陆。不过也是担心大陆发展的太快，赶快先放手给中国大陆 H200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府直接是打脸，他就是没有完全的放行 H200，寄出了许多的要求限制，说你必须要提交理由，为什么你一定需要这个 H200？干哥怎么看？对啊，其实刚才聂老师讲的非常清楚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一定要 H200？你要告诉我啊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哦，你现在有需要，以前我们还为了 H100就已经头破血流了，现在 H200不是这样。照理讲，政府的立场应该是企业有需要，好，那我们就允许你购买。因为现在川普跟黄仁勋谈了一遍之后，奇怪，这个大势整个翻转过来了。本来 H20都已经很勉强，现在是 H200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国内他们自己已经有研究说，华为新一代的 AI 平台叫做 Cloud Matrix 384，这个东西已经快要跟那个辉达的 Blackwell 近似了。刚刚教授提到了 Blackwell 已经近似了，叫做 BN72。他说这已经快要近似了，所以我们现在 H200给他们没有关系，现在已经没有国安的危险了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这个一定经过美国商务部的认证。知道 H200今天要卖给中国，他们要冒多大的风险，尤其是在军事上 ，H200会不会成为军事上的一种应用，这是他们害怕的。结果现在大陆竟然说，各大企业华为以下的也好，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能用国产晶片啊？华为的升腾910C，它明年就要生产，大家知道生产多少颗吗？听说200万颗。在这个月之前，美国的专家认为说，华为升腾910C 是不是明年大概只能够生产20万颗？对不起，最新的消息是200万颗。它的操作界面已经可以跟那个 Cloud Match 那个 Blackwell 去相抗衡了。所以你就会想到说，你可能以前认为说这是非常需要很高阶的晶片，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，你的想法完全变了。对。所以为什么川普的想法也会变？我相信黄仁勋对他是有很大的，当然他们之间谈的内容很多机密不是我们知道的，可是他一定有把业界现在面对的问题，他们说在表面上来看，中国只有20%的自给能力，80%还是要靠我们这个辉达AMD 去进口的，可是将来会不会变？总统先生，你要好好想一下。我觉得那个技术差距一直在拉近，难怪 H200不再是美国害怕的东西，可以出口给中国。现在反倒过来是中国不见得一定需要你的 H200了。好，这个是中美之间的这一场针对 H200的科技战，但是这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受害者，就是我们台湾呢？因为我们帮忙生产的 H200，现在是说呢，白宫说可能就是得向台湾来课征25%的关税，因为是制造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制造的。那当然，台湾的网友就表达了非常多的不满，他们说台积电怎么能吞呢？我们产能自己这么的好到爆，那台积电也不是出口商，为什么关税是我们付呢？美国你是把成本甩锅到台湾身上吗？这一场在地缘政治上下面的风险，看起来有关于半导体是不是转嫁给了制造端台湾，成为中美科技战提款机吗？舰长怎么看？
首先我要特别讲一下他们刚刚说的这个东西，就是说这个好比说，美国几乎都是这样，我最好的我不会卖的，我次好的才会给你，就是 Harper 其实就是 H 多少，就是 Harper 的那一级的2024年之前是 Harper，2024年之后是 Blackwell， 所以现在他有 Blackwell， 他才给你 Harper 而已。即使 Harper 他给你又减了这些功能，这还算好的。我告诉你，军火界啊更不公平。好比说，我现在有一个最好的飞弹是哈碰鱼叉飞弹1型，这是美军现在在用的，全世界跟他买他都不卖。然后结果他有更研发进了鱼叉飞弹2型。鱼叉飞弹1型它开始卖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去买鱼叉飞弹1型，那个钱是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就是美军生产那1枚鱼叉飞弹2型的钱，你就知道那何等的不公平。但是科技界就是这样。那接着你再说这个台积电抽25%，我觉得我听到我不晓得我们政府怎么这样想。当初说一直要到美国去投资，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？所有人都记得，只要来我美国投资，甚至你动手投资，你这家公司就免税，记不记得？有吧？那台积电投资了，台积电投资很多，1650亿美金，6个晶圆厂，2个封装厂，1个研发中心，已经在那里生产了。这是台积电的产品啊，你为什么要对台积电抽税？当然没想到吗？你为什么对他抽税？你当初承诺的是什么？那台积电为什么要去你那里投资？台积电把它通通抽回来好不好？你保证了不抽他税，我不管你抽谁的税。但是你最不能抽台积电的税，因为台积电是全世界最支持你们美国的，对不对？它就变成美积电了，你还抽它25%，这个是很令人生气。还有一个让人家觉得说真是莫名其妙的。你有没有你们知不知道？我们这次听说我们要投资美国3000亿，希望能够减所有的货品的关税嘛？你们知道这个3000亿是怎么出来的？如果我举个例子啊，我们今天台湾跟美国的贸易今年出超这么多，明年出超那么多，所以美国才觉得不公平，你赚我的钱，所以我要抽你的税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过去10年，台湾跟美国的双边的贸易出超大概是3000亿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台湾辛苦工作了10年，对美国人赚的钱，现在一把要全部给他，你觉得公平吗？所以拜托我们的政府真的要挺起来。25不该付的不该付，3000亿不该给的不该给。那你有什么牌？我告诉你，你有一个牌，和中跟马英九一样，你试试看美国敢不敢这样欺负你？好，谢谢舰长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。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。